位叫才哥的朋友讲过一句酒后名言，说黄埔是广州版的深圳。才哥这番话过于暴论，任何地方和深圳做比较，肯定都能找到共同点嘛。两者作为岭南都会，如果一定要总结出来一些特色，那我觉得这两个地方都体现出很强的规划意识，马路、商场、写字楼、小区都像在经过格式化的空地上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。这样的街道同样拥有烟火气，不过起码有一部分烟火气是工作带来的附赠品，还没真正生长成那种老街坊里根深蒂固的市井味儿。在黄埔就时不时感觉到恍惚，仿佛这地方是被你上班上出来的，打工人成了隐形的造物主，打工人不上班，创世纪就只是一张施工图。哎呀，那在黄埔打工实在是有点责任重大。不过好在事情没那么夸张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这片土地上就已经拥有了属于他自己的创世故事，我们只需要续写这个故事就足够了。那以前的旧故事目前以城中村或者城边村的混杂形态在黄埔存续，未来可能又会变成别的形态。今天我们在这些村里面能看到握手楼和出租屋，也能看到美景，还有充满古风的生活气息，而且这些东西比市中心的城中村保存得更加完备。这部视频里我就帮大家云带逛一下塘头村，它距离香雪地铁站就几百米。如果你住在附近，那可以考虑在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去村里面逛一逛，大概率这会是一场精神疗养之旅。在这里我就给大家汇报一下村子的布局。塘头是依山而建的村，村的北侧有一座比较大的黄毛山，山脚下有定居点，像一条项链一字排开。南侧有一座比较小的山包，村屋绕山而建，10几座池塘沿村屋环状分布，像一块贴满祖母绿的挂坠。南边受城市的影响更深，出现了密集的握手楼，这边的节奏估计就和都市生活完全同频了。那北边有更朴素的一面，保留了更原始的生活气息。在贴近山脚的位置，我还看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。那我们今天路线也分2段，第一段在村子南边顺时针绕一圈，第二段带大家看看北边的特色生活。远处就是那个村口的牌坊，我现在已经走进来了。这是一段夹岸数百步的通道，看起来很平淡，那千万继续探索，里面柳暗花明。穿过刚才那个通道，迎面就看到中式人运营的水果店，我怀疑是村里人自己开的，这个村多数人都姓钟。右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池塘，城市村里出现池塘不算什么新鲜事儿，但是有意思的事情就在于这样的池塘还有10几个。走没2步就看到一棵正在伸懒腰的大树，树底下可能是设计坛，不知道这旁边的麻石板是不是老物件。再往前走20-30米是一座北帝庙，很多城中村里都有北帝庙，但是会被握手楼从4面8方包围。塘头北帝庙前后开阔，古朴而气派，北帝几乎等同于岭南地区的守护神，好多地方都拜北帝，可能塘头的古庙才拥有北帝庙原本的气概，被握手楼包围，那反而是因地制宜的改造。今天的古庙特别寂静，嗅觉神经很快攥紧了我的大脑皮层，弥散在空气中的香火味儿让我无法胡思乱想，只感受到平静和安宁。这个不是旅游景区里的那种庙，来烧香的人10有8九就是本村或者隔壁村的相邻。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次来到庙里面烧香祈求平安，才留下这些香火气味。虽然我不属于北帝信众，但一想到有那么多老哥老姐曾经在这里真诚的祈愿，心里面就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。
古庙墙壁上的石碑记载了历次重修的细节。最早的一次重修发生在1736年，那时候的人描述了塘头乡的自然环境，说这地方四面都是农田，忽然插进来一座奇峰，人烟稠密，临水面山。那这个奇峰有可能就是指那边的小山了。古庙什么时候建的就没有讲，可能年代比较久远了。碑记里说，承蒙古庙庇护，如果庙宇失修，那神仙无法安宁，就没办法继续保佑村庄了。于是有150个人集资修缮了古庙，希望能继续护佑村庄。这150个人估计代表了150个家庭或者小家族。后面还有几块石碑记录了后面几次重修古庙的细节，那拼凑到一块儿，就是持续几百年的创世故事。这些故事后面慢慢讲，现在当务之急是继续赶路，因为这个相机电量不太够了。很多小单间就是这样的房型，这还带个阳台。你看这个楼具，它真能握手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挺漂亮的？右边可能就是那个奇峰。塘头村里面老树非常多，感觉很幽静。哎，你看我蒙对了啊，就是社稷坛。啊，还有人奉献了神仙最爱的旺仔牛奶。塘头村的西边很开阔，房子比较少，仿佛身在旷野。老树、庙坛、古庙都被放大了一号，在这条路闲逛就特别有感觉。现在来到村子正西边的金光大道，人气越来越旺，有很多老人家在这吹水。参天大树正好能用来遮阳。路两边是村屋和农田，远处没有高楼遮挡，身在黄埔都市，也能见识到田园生活。现在开始进入环线北侧的路段了。这里刚好是新黄埔和旧黄埔的交叠之地，一侧我看到了许多村屋处于即将被开发的状态，再过几年，这里可能会生长出高层住宅。生活在黄埔的人对这种变化大概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另外一侧正在以比较平缓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融入都市，乡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握手楼，接纳越来越多的外乡人。无论哪种模式，塘头村都已经和现代都市建立了耦合。前面提到1736年那块古庙碑记嘛，大约95%的捐建者都姓钟，也许他们就是300年前的塘头人。回看古代乡村故事，总感觉带有一种桃源滤镜，但实际上乡村并没有那么孤立，反而有一种向外拓展的进取精神。在古庙的其他几块碑记里能找到蛛丝马迹，比如1774年的重修碑记就额外强调了一件事儿：塘头村的北帝庙由塘头、山背、百罗3乡合建。1774年的这次重修也是这3个乡合力参与的，捐建者的规模比以前更大。而在1856年的重修碑记上，捐建者的身份也越来越社会化了。比如有些捐助以塘坊的名义出现，甚至还出现了民间基金会、江西会。
再到2002年重修，古庙的捐建者又出现了下钟、陷坑、罗坎、水溪之类的字眼，这些都是附近村社的名字。除了塘头，也有其他村的人捐建北帝古庙。几百年来，人村的关系半径也变得越来越广。在北帝庙的见证下，我和你成为了我们。而在小巷的深处，打工人的都市故事，塘头的古老传说，正在相互交织。塘头村南侧探索完毕啊，下一步我们去北边看一看，那里就真是桃花源了，特别漂亮。大家看四周是没有围栏的，就搁着在地上散步，每天都用双脚丈量塘头村的宽度。发现一个鸡舍，似乎是公鸡母鸡混养的，可以谈情说爱。我也是想明白了，这种鸡的味道才叫鸡味，白羽鸡的味儿那叫斑味。本来想继续往深处探索，但是前面有狗子骑士巡视领地。这狗子口音重，听不清。他说这地方不让过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不要犹豫，直接回头。拍视频嘛，没必要把命给搭进去。这些狗子一个月吃不了几百块钱的狗粮，但是他真玩命啊！怎么样？这地方是不是看起来特别有感觉？种一棵树，修一条路，都遵循实用主义，而不是为了搞创作刻意追求美观。但是它组合到一块儿，它也挺好看的。这些木头估计是柴火，有种希腊石柱的感觉。我忽然寻思啊，我要是找1000个小格访谈，按他们的视角来评价一个小区好不好，作为大家买二手房的补充信息，你们说这种信息有没有用啊？在接近山脚的村路里，时不时就能看到大树。广州有很多村都依山而建，来塘头逛一圈，好像就能体会到1990年到2000年那阵子吧，这些村是怎么样一步步盖起来握手楼，在山上铺满楼梯和斜坡的。再到山上转一圈，我已经搞不清现在自己在哪儿了，反正是在北边这一片儿。我现在在沿着村屋的边缘往西边横切，找到一条公共道路。如果村屋可以零零散散继续往山上延伸，那这条路可能最终就会变成握手楼群里的一条主巷。城中村里有的地方是先有路后有屋，有的地方是先有屋后有路。
这个是什么树啊？有懂的朋友在评论区讲一讲。好多树我感觉长得特别像，分不清。你看山脚的房子就特别棒，还带后院的。50年前石牌村估计也有这样的景色。像不像塞尔达？北区很多房子都带小院，如果改建成公寓楼，理论上可以获得更多的租金，但是屋主人宁愿让渡这些不确定的收益，也要让生活空间更舒适一些。只有在土地价格比较便宜的地方，人们才有更多机会获得这样的奢侈享受带引号的奢侈。石牌、车陂和塘头村并没有本质区别。如果市场有效，那么无论一块土地在城市中处于什么位置，都会在它的能力范围内演化出来最适配的空间样式。城中村、越秀老宅、猎德豪宅，三者样貌各异，但是他们身上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动人之处，那就是保持了对过往的延续性。塘头古庙在几百年间历经好几次重修，当地先祖既尊重古老事物，又充满进取精神。于是我们能通过古庙碑记想象出一个让人充满力量的创世小故事。郊区的村庄是如何与其他地方建立起社会网络的？在下一个100年，或许那时候的人们也会根据蛛丝马迹去想象咱们今天的经历。它的载体可能是古庙里的下一块碑记，可能是如今正在建设的小区到那时候变成了新的文物，又或者是一部老视频里的几条留言。